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们以前曾经做过更换空调电容的视频，得到了不错的反响。不过我之后做维修空调可以尝试的一些方法，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回响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偷懒用了差不多的封面，导致大家以为已经看过了那个视频。这第二个视频的内容丰富很多，所以如果你错过了，我建议去看看。其中有一项测试是测试温度计的 R 到 G 跟 R 到 Y 通路时，风扇和冷凝器有没有启动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样更换温度计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先把电闸关了，其实不是很必要，因为这些都是低电流。但是因为线有点多，线一接触可能会短路，所以最好还是先断电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旧的温度计，这些温度计通常都差不多，它们下面通常会有备用电池。其实你的温度计不需要电池也可以工作，电池主要是储存你的设定，在断电的时候不会遗失之前的设定。我们把电池移除，你只要把前面的面板往前拉，就可以把控制器拿下来。理论上不会像我这样直接解体的，这个温度计太老，所以就直接解体了，还把我的手机撞得一晃一晃的。然后我们凑近看看，可以看到上面写着 O B Y W G R。这个每个温度计可能都会有点不一样，像我这里蓝线接 B， 但是我家的 Google Nest 有个 C， 蓝线就是接在那里，所以最好在拆下来之前照张相，这样装新的时候就不会搞错。这种温度计 RC 跟 RH 通常会有一条连接线接着，如果是 Google Nest 好像就只需要接 RH。红线是热线，负责供电，接在 R。室内风扇是绿线，接在 G。冷凝器是黄线，接在 Y。蓝色是中线，所以不同系统会有一些不一样。这里接 B， 但是我看到有一些是接在 C， 不过这里也没有 C 就是了。B 大概是 Blue， 然后 C 是 Common。这边我有我之前另一个温度计接线的照片。加热系统是白线，要接在 W。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上有，不过这里不见了。大概是这间房子从来就没有用过加热，所以一直都没有发现这里没有接好。我们来把这些线移除，用小的一字螺丝起子转动下面这些螺钉，就可以把线拿出来了。如果是 Google Nest， 它预先设计了一些按钮，按一下就跟下螺钉一样，这样更方便一些。把固定这些背板的螺钉下来，我们就可以把背板下来了。这边你可以看到，电线很容易接触到，所以很容易短路，这也是我建议断电的原因。然后我们将新的温度计装上，先将线按照原来的接法接上。我这边漏了白线，因为拆下来的时候没有，我之后又把它接上去了。把面板插上去试试看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温度计的面板上面也有电池。插上去之后调整温度，试试看空调能不能启动。没问题的话就把螺钉装上，把背板固定住。如果没有办法用之前温度计的孔，就需要打新的孔，最好是使用膨胀螺栓，不过其实并不是特别必要。这些温度计都很轻，装回面板，这样就完成啦。其他的温度计，例如 Google Nest， 安装方法都大同小异。些微的差别像是不需要连接 RC 跟 RH 的线，这些说明书上都会说。Google Nest 好看一些，但是在我使用之后，我觉得它其实很多功能我并不是很需要，而且我感觉它启动空调的温度范围有点大，经常温度已经超过了设定的温度，它还是不会马上启动。所以如果可以更便宜，我建议买其他牌子的电子温度计就好了。这边我用 Google Nest 顺便说一下，在温度计上，你测量红线到蓝线之间，这边 R 到 C， 也就是热线到中线，应该要长期有24到28伏交流电。当温度计的24伏 R 到 G 通路时，中继开关将会通入120伏来启动空调风扇。当温度计的24伏 R 到 Y 通路时，连接开关将会通入120伏来启动冷凝器。这几个方法应该可以帮助你在空调出问题时，简单的侦测可能出问题的部件。这样就完成啦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居家101内容主要分为维修、维护、安装、升级、清洁以及产品使用的心得。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经费来达到最高的生活品质。各位用不到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，但是如果遇到，希望视频能对你有帮助。
谢谢。